大家好，我是埃及南希。作为一个埃及文物的爱好者，我今天来看看中国文物。那恭喜南希啊！能合照吗？可以呀。哇！这个好小啊，应该是青铜做的吧？头没有了，是半身啊。这个干嘛用的？这么大的嘴巴，颜色很漂亮。什么动物啊？有点可爱。这个鸟，好奇怪呀，各种各样的。而且他们的事迹就是应该是那个灯打到那个鸟，看到这个背影啊。看来中国古代也有鸟类崇拜。古埃及赫鲁斯就是鹰头人身。我以为三星堆只有青铜器，原来还有银器呀！我今天 CPU 都快烧了，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做？我看到这个文物，立马就想到了古埃及的 Do It， 简直太像，一模一样。它这里说明是太阳崇拜，但是 Do It 在古埃及就是冥界。这个上面还有一些颜色的上面。耳朵上面戴的是什么？而且手里拿的是龙吗？有人知道这些面具干嘛用的吗？长得一模一样，各种大小。而且我发现所有的面具上面有一个方形的洞，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？这么大的面具，大家想一想，之前戴在什么东西上面？肯定非常非常壮观。我觉得这种青铜器做的应该是很复杂，比石头要复杂，而且里面是空的，里面怎么雕刻的呀？中国古代做这么复杂的青铜器是什么目的啊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来这里之前一定要用这个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小程序，从买票到游览、文物讲解，到最后可以买文创，非常方便。我们现在就导航一下，去看看这里的镇馆之宝。找到了镇馆之宝。我发现很多人在猜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。这么大的雕像肯定是用来崇拜的。那我觉得这手里拿的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东西，二是当时的人类最大的敌人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当时的宗教研究清楚了，就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这个是博物馆人气最高的神树啊。小程序上面看得非常清楚，两个下面也能看到。我发现中国的青铜很抽象的，就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。埃及的石刻就是很写实，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哇，黄金面具太帅了！紧张了，看到我老乡。我发现我这个博物馆里面穿的最少的，一定要商量一下，问了你喜欢的UP主。我听说南京博物院有非常厉害的玉器，我们去看看。来了，南京博物院呀！哇，工作日还这么多人。哇，这是不是门铃啊？用这个锤子敲到上面。这就是挂的刚才那个门铃的铃铛啊。这是烟灰缸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这东西做的好精致啊！
好多鸟，还有龙。这是小本吗？我发现这个博物馆好多青铜和陶瓷，是不是中国古代青铜和陶瓷比较发达？各种各样的陶瓷，各种各样的青铜。埃及博物馆也有青铜器，但是比较小。这小东西很可爱啊！这盖子上面还有一个人，还是个动物啊？这个圆盘是干嘛的？看这里有展示图，但是还是看不懂。原来是墓葬里面的，古埃及墓葬里面会放很多人用。这是羊，不是骆驼吧？好多动物和人，太惊喜了！这里真的是太大了，还好有这个小选区，不然真的把人逛晕了。这个小选区里面有腾讯地图提供的人流日历图，还有游览40度提示，挺贴心的呀。我发现三星堆的和南京博物院的文物明显就不一样的，可以说明中国从古代到现在都非常多元好的。这些玉器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，古代人的审美真的是太高了，做得非常精细。哇，终于看到这个听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龙的形状，太好看了。看完这2个博物馆，我感觉中国的古老文化太吸引人。中国和埃及同样的作为文明古国，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，而且我们要一定为这些伟大的遗产感到骄傲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先回去了，太冷了，拜拜。最近要来南京博物馆的，一定要穿厚一点的哦，不要像我们冻成狗了。太冷了。